没想到人民币的国际化之路还在狂飙。美元作为国际通用货币，主要有3种属性，分别是支付、投资和储备。以往人民币在这3个功能上并没有很突出的表现，但是今年却突然爆火起来。5月初，一艘载满液化天然气的轮船在中国广东完成卸货，成功吸引了全球的目光。因为这船天然气是中国首单用人民币作为结算货币购买的，人民币迈出了非常重要的一步。再加上巴西、阿根廷力挺人民币，中国人民币在国际化的道路上突然变得一片光明。尤其是天然气用人民币结算重要程度，甚至还超越了前面2者，被很多人看作打破石油美元体系的一道裂痕。这些国家可都不是小国，要么人口面积排得上号，要么是传统的能源输出国，他们都开始接受人民币了，绝对是值得让很多人高兴的事儿。所以很多人就开始想象起来，人民币距离取代美元还要多久？答案是100年。不过这是按照美元的标准，想要了解人民币什么时候能取代美元，就得先了解世界货币形成的方式。美元之前国际通用货币是英镑，美元取代了英镑花了非常多的时间，而且是一波三折。1870年，美国的经济实力就已经超过英国了，但是直到1913年，美国才建立了联邦储备系统，美元才开始获得更多的金融业务。到了1929年，以美元计价的债券额度才超过英镑。此时，美国一直希望将美元打造成通用货币，效果并不好。但是2战爆发给了美国机会，他们一边卖工业品和武器，一边吸纳全球的黄金储备，还让买家大量使用美元。就这样，美国在2战时积累了全球最多的黄金储备。2战结束时，全球的主要战胜国就一起开了个会，讨论战后如何管理这个国家，其中就有全球结算方式，也就是用哪种货币作为国际结算方式。于是围绕着国际货币的博弈就开始了。美国当时的经济和军事实力最强，还拥有最多的黄金，他们当然希望直接用美元充当国际货币。于是他们就说大家可以放心使用美元，只要有多少黄金，我们就印多少美元。如果有违约，大家都可以拿美元来兑换黄金就好了。虽然美国做出了很多承诺，但是国际货币的影响力太大了，其他国家自然不愿意让美国一家独大。可他们也没有太好的办法，当时唯一能和美元抗衡的只有英镑了。但是英国在2战时已经将国内的黄金耗尽，没有了黄金托底，英镑就无法与美元竞争。后来英国财政部顾问凯恩斯提出了另外一种办法，大家共同创立国际清算联盟，然后由这个联盟统一发行世界货币，这个货币就可以作为世界的主要通用货币。这个计划确实公平，因此也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。然后美英2国开始了激烈的谈判。再后来，美国通过对英国的威逼利诱，让英国放弃了凯恩斯计划，这才建立起布雷顿森林体系，并且通过马歇尔援助计划借钱给欧洲国家完成重建，让欧洲成功倒戈美元，美元第一次成为国际通用货币。此时的美元地位还不够稳固，因为他们把美元和黄金绑在一起，黄金的增量不多，那美元就没办法多印乱印，那美国还怎么收割世界呢？果然，美国因为连续偷印很多美元，引发了黄金挤兑，美元与黄金挂钩的体系崩溃。但是尝到甜头的美国可不想放弃收割世界的机会，于是他们利用军事力量强势干预中东，让美元成功与石油挂钩。石油是消耗品，需要源源不断的开采，这也意味着美元具备了无限印钞的机会。这时候美元才真正的成为世界通用货币。这里距离美国经济超过英国刚好过去了100年。美元成功上位后，美国就开始利用美元的优势，构建了很多金融壁垒，比如建立 SWIFT 支付系统、货币信用、美债以及大宗商品挂钩等等手段，成功的将全球经济绑定在一起，并且在全球建立军事基地，保证美元的流动。美元石油体系加军事加金融的便利性，让世界各国逐渐习惯了用美元计价和支付。消费习惯是最难改变的，这些都是美元能够收割世界的基础。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，人民币想要超越美元，就得集齐美元上位的要素：经济实力、军事实力以及国际地位和美元自给自爆等等所有要素，难度非常大。因此在早期的时候，我国并不想去美元化，不仅不介意用美元，反而还主动与美元深度绑定，积极融入以美元为主的国际结算体系中来适应国际社会。比如改革开放初期，我们走得并不顺利，当时国内宏观经济开始出现失衡，外汇紧缺。以1993年为例，我国进口总额为1040亿美元，但是出口总额只有918亿美元，全年进出口逆差122亿美元。而在上一年，我国的全年进出口还是顺差。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，是因为当时我国的外汇实行的是双轨制，就是企业出口收到的外汇，一部分需要按较低的官方汇率上缴给国家，剩下的另一部分则可以自己处理，一般都是去进口商品，或者是将它卖给其他有需要外汇的企业。本来这种制度挺好的，但是汇率的定价有点混乱。当时官方的汇率是1.5，而民间的汇率却是2.8，相当于来说1美元卖给官方只能换回1.5元的人民币，卖给其他企业却可以换回2.8元人民币，两者差距快1倍了。所以很多企业都不愿意上缴美元，反而拿着挣来的美元进口了大量的商品，
这些商品又会冲击国内市场，造成通货膨胀。于是外贸越做越大，反而国家外汇没有跟着涨。后来我们就改变了这种策略，将双轨制变成了汇率并轨制度，通过将人民币主动锚定美元，锁住汇率，这样就不存在什么官方定价、场外定价了。而且人民币将锚定数定在了8.7这个比较低的数值上，让人民币贬值，刺激出口。这样做不仅吸引了更多的外资来中国投资，也让中国出口的商品更有竞争力。最直接的体现就是外贸出口上，1993年贸易出口增长率是11.3%，而到了94年，这一数字翻了近3倍，达到了31.9%。中国的外汇储备也开始富裕起来，93年的外汇储备是212亿美元，94年的外汇则直接增长到了516亿美元，然后一路狂飙到上万亿美元。可以说94年汇改通过锚定美元，不仅让中国控制了通胀情况，也让中国的外贸出口经济顺利成型。再然后大家都知道了，中国一跃成为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国家。可以说这些成绩是通过中国自身的努力，再借助美元为主的世界贸易体系才成长起来的。因此在某段时间内，美元给中国的好处是大于威胁的。所以到了2008年时，美国的次贷危机引发了全球性金融危机，美联储疯狂印刷美元救市，导致全球出现通货膨胀。其他国家的经济学者都在骂美国，但是中国还是开足马力制造大量的货物，帮助美国度过了这个危机。不过危机虽然解除了，但是美元收割得太狠了，让很多国家非常不爽。有些国家尝试摆脱美元的束缚，也就是去美元化，其中就包括我们中国。2009年7月，我国先后出台了《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管理办法》与《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管理办法实施细则》，开始正式推行人民币国际化。2010年9月，我国又发布了《境外机构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》。虽然政策是推出了，但是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却很温和。以2010年为例，我国银行代客涉外收支中，人民币的占比基本等于0，而美元占到80%以上，美元仍然占据我国外汇成交的大头。所以，虽然我们开始推行人民币国际化，但其实去美元的进程一直比较慢。毕竟中国是出口大国，全球各国对于美元的信用仍然比较认可，我们也不介意继续使用美元结算。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仍在缓慢发展中。可到了最近几年，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却突然加快了。先是在2018年，美国挑起了与中国的贸易战，疯狂打压以华为为首的中国科技企业们，对中国部分商品征收高额的关税。然后是2020年的新冠疫情，全球经济发展开始出现停滞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开始想要与全球脱钩，经济形势进一步严峻。紧接着又是2022年爆发了俄乌冲突，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为了制裁俄罗斯，将俄罗斯踢出了 SWIFT 系统，把金融霸权体现了淋漓尽致。虽然美国是爽了，但是全球的经济却不好受了。由于各国的制裁，欧洲等国无法购买俄罗斯的天然气、石油等能源，全球能源价格暴涨，经济也开始出现衰退。各国在一定程度上都出现了通胀情况，特别是美国。2022年6月份，美国国内通胀指数一度达到了9.1%，为40多年来的最高值。为了抑制通胀，美联储从2022年3月份以来开始不断加息，截止到2023年的5月份，已经连续加息10次。美国利用美元潮汐，把全球的美元资产吸回到美国，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国内的通胀。那代价呢？就是其他国家的资产被美元给收割了，特别是那些美元外汇储备不多的国家，甚至都没有外汇来进口商品了。不仅如此，连美国本土的银行也扛不住美元这么造，已经有几家美国银行破产倒闭了，最终的命运只能是被其他大银行收购。美元崩塌的第一步，美元内部自爆的因素就具备了。所以从这几年开始，不单单是中国，全球各国都在推行去美元化，尤其是俄罗斯，在被踢出 SWIFT 系统后，不仅经济没有崩溃，反而国家的 GDP 反向增长了。这样大家都开始怀疑美元的威力，于是去美元化的信心就更足了。比如阿联酋跟印度正在琢磨不用美元结算石油，而是用印度卢比来结算。沙特也表示对非美元货币的交易持开放态度。这两个国家在历史上数次威胁美国要去美元化，但其实都是为了争取些好处，而这一次却动了真格的。比如中国首单结算的天然气就来自阿联酋，这说明他们不只是说说而已。其次是巴西和阿根廷两个南美最大的经济体宣布将建立货币联盟，意图对抗美元霸权。而像这样的案例还有很多，可以说全球各国都在想办法去美元化。而在这样的趋势下，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也开始加快了。在今年的4月26日，阿根廷的经济部长对外宣布，从中国进口的商品由原来的美元支付改为人民币支付，被誉为人民币国际化的又一里程碑事件。但其实这里面有个细节被很多人忽略了。阿根廷虽然进口我国的商品用人民币结算，但是出口到我国的商品却依然还用美元结算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因为阿根廷欠的美元债务太多了。截止到2021年年底，阿根廷的美元债务为2700亿美元左右，
但是外汇储备却只有430亿美元出头，外汇储备严重不足。所以对于阿根廷来说，它急需美元还债，所以才会商量从中国进口商品用人民币结算，但是出口依然收美元。换句话说人民币充当了其他国家的避风港。目前中美两国的经济差距还是很大的，美国仍为全球第一大国，2022年美国的 GDP 是25.47万亿美元，中国则是18万亿美元左右，中国的 GDP 大概是美国的70%左右。虽然中国的发展势头比美国猛，但是距离超越还有一定的距离。根据高盛投行的预测，到了2035年时，中国的 GDP 才会超越美国，所以人民币可能会取代美元，但还需要挺长的一段时间。除了经济因素外，还有一个因素也得考虑到，那就是军事实力。目前美国拥有全球最多的航母舰队群，达到了11艘，能够把航母开去保护任何拥有美元外汇的国家。对比我国，去年我国的第3艘航母福建舰刚下水，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，但从数量上来说还不够多。当然，除此之外，支持美元霸权的还有金融工具 SWIFT、美国的货币信用等等，这些都是美元长久作为世界货币以来的优势。就像一艘巨轮一样，即便现在的发动机停了，但是依靠惯性，它仍然还能驶出很远。所以说，当下人民币想要取代美元还是很难的。像阿根廷这样拥有很多美元债务的国家还有不少。根据国际金融协会的数据，截止到2021年，全球的债务规模已经超过了300万亿美元。这些债务逼迫其他国家减少对美元的依赖。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元没办法取代了，没有机会，我们可以创造机会，那就是让更多的人习惯用人民币。我们前面说过阿根廷的例子，他们进口用人民币，但是对我们出口却用美元。其实这样做表面上看，好像我们是在帮助美元延缓去美元化的寿命，但其实不然，我们是在培养阿根廷使用人民币的习惯。阿根廷想要从中国身上赚取美元来偿还美元债务，而中国手上又有很多美债。但这里有个问题，阿根廷向中国买东西需要用到人民币吧？阿根廷哪来的人民币呢？货币互换。从2009年开始，我国就与阿根廷展开了货币互换。2014年又展开了第2次货币互换，金额达到了700亿元人民币。2020年又把额度扩大到了1300亿元人民币。这些到期的互换货币是得还的，而且跟之后的利率没有关系。当初换1300亿，到期就得还1300亿。而阿根廷的比索是在不断贬值的，对于他们来说，到时候想换同等值的人民币，就需要付出更多的资源。其实说白了，就是相当于把他们的美元债务变成人民币债务，债权人由美国变成了中国。你可能会担心那阿根廷如果还不上了怎么办？其实阿根廷是资源出口大国，也是全球拥有最多锂矿的国家之一。可以预见我们未来将会和阿根廷进行更多的贸易，只多不少，根本不怕还不起钱。截止到2022年，我国已经与40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了货币互换，总额超过了4万亿元人民币，人民币的互换规模已经达到了全球第一。当然，除了利用货币互换推广人民币外，我国也在2013年推出了一带一路倡议，利用中国特有的优势对外输出过剩的产能，帮助沿线国家搞基建，而且同时鼓励沿线各国使用人民币结算。截止到2021年，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跨境人民币收付金额达到了5.42万亿元，同比增长将近20%。人民币国际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，比如巴西已经抛弃用美元与我国进行交易，而是用本币结算。比如在2022年3月份，沙特曾对外宣称正在考虑用人民币来结算石油的可能性。虽然到现在一直还未落地，但沙特对于人民币的需求已经开始显现了。2023年3月份，网上就爆出了沙特向中国进出口银行借了第一笔人民币贷款。还比如在2023年3月28日，我国与阿联酋达成了首单以人民币作为结算货币的天然气采购协议。5月17日，这笔订单的6.5万吨液化天然气到达了我国的港口。除了中东外，能源大国俄罗斯也开始更加认可人民币的国际地位。先是孟加拉与俄罗斯的核电站项目也决定用人民币结算，后是俄罗斯向印度出口石油，本来印度是想用卢比来结算，但是俄罗斯不同意，反而是要求用人民币来结算。为什么这些国家开始接受用人民币了呢？还不是怕被美元割韭菜，而用人民币起码还能跟全球最大的工业国买工业品。虽然人民币国际化的影响力还比不过美元，但是从今年开始，各国对于人民币的认可越来越高。人民币取代美元的路还很长，但是它的国际化进程已经不可阻挡。好了，我是熊猫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见。